师学，时间快到了。不是，来点防弹衣。笑面虎，还跟我认识，还把周巡给带走了。郑奇，市局督察总队的副总队长。现在周巡风险解除了，还有市局坐镇，指挥肯定不成问题。但是谁和绑匪交接车辆呢？小王带着中金昆仑的会计开一辆，我单独开一辆。特警那边呢 ？A 队正在准备突袭车辆 ，B 队在演习现场。突袭车辆比突袭营业厅的风险要低，记住，千万不要刺激绑匪，明白？辛苦了。哎，我们人到了，起来！我开的，甭瞎琢磨了。我告诉你啊，你弟就是我击毙的，我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冲我来！把手举起来，起来！等会儿，孙阳，你要干什么呀？你弟不是他杀的，你想帮了他？你咋会认得我这孙阳？刚才他都说你弟了，说明你们的身份我们一清二楚。我劝你想清楚，你要杀警察的话，那转这些钱和这车对你们可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不想给我欠这钱，我弟弟都死了，你以为我还在乎钱啊？你给我起来！不在乎是吧？行，先别转了，停了，停了。给我起来！起来！不起来我就打你！小丁，你们得抓点紧啊！我们人已经过去了，正在跟绑匪交接车辆和赎金。现在到这个时候，这时间上就不是完全我们自己说的算了。赶紧，赶紧啊！哎，高哥，啊？哎，周队呢？周队被督察总队的人带走了。哎，不是我。喂，查到什么了吗？刚刚从住建委那儿了解了一下，去年3月19号，长梦家园小区进行过一轮建筑用地的招投标，当时最有竞争力的是2家公司，一家是港资公司环都地产，一家是本地的公司，叫做豪景地产。但是蹊跷的是，在开标之前，先是豪景地产遭到举报。公司大小领导跟财务都被经侦的人带走了。之后不到1个礼拜，环都地产又涉嫌出资不实跟虚开票据。说白了，就是2家公司都黄了。在2家公司退出竞标之后，剩下的小公司纷纷都弃标了。最后3月19号这轮招投标，竟然是以流标告终的。查出这伙人的上线是谁了吗？还没有。不过听关队他们说过一句，跟这伙人联系的应该是一个姓严的人。哦，对了，周队他们让技术中心彻查中金昆仑，显然是觉得这家公司有问题。如果你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早做准备吧。走。干什么呢？
我上来取个灯。啊，赶紧走吧。狙击3组就位了吗3号狙击手就位。等一下。身份证出示一下。冯康。这样核实一下。这大晚上的就你一人干活啊？我值夜班。警官，出什么大事了吧？我刚才看了楼下，以为是拍电影的呢。没你事，少打听。没问题。哎，这手怎么回事？我前2天干活接那个绿杆，不小心给刮伤了。行，走吧。哎，继续吧。徐思策，我告诉你啊，你们几个的身份信息我们都掌握了，趁现在还没有伤害到人质，拿了钱了赶紧走。转过去了。转过去了啊，看一眼。全转过来了。这是转账页面，不是到账页面。你真以为钱到得了账啊？啥意思啊？既然游戏还没结束，那我们就再玩一会儿。啊？哎，走。接下。还有什么条件？说。车门打开，大热火，所有警察撤出加油站。徐思策，目的你已经达到了。我最后再忠告你一句：但凡你有点人性的话，走的时候千万别再拿那对母女当人质，听见没有？全体人员，撤出加油站。哎，怎么了？周队，国队，哎，袁队，来墓地之前，给他姐打个电话，让他姐报的警，说是进去之前想再看他妈一眼。这个陶军呐，赌博成瘾，啊，窟窿越补越大。先是为了私占自家的拆迁款，害死了老太太。周子博进去之后啊，
又给他老婆买了巨额的保险，又搞出一场火灾。要不是周子山命大，这会儿也就用命替他还债了。你看看，周子博真的挺可怜的啊，费了这么大劲，最后反而给自己加了几年刑期。那也值啊，至少救了自己亲姐姐一条命啊。如果周子博没闹这一出，这个陶军早晚得让那张保险单生效。剩下的事儿就不归我们管了。哎，他这种情况算不算是自首啊？啊？妈妈究竟要去哪儿？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必要瞒着我，把你的苦衷说出来。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共同解决。这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我不能冒险连累你。不错，我当然希望你相信我是被冤枉的，我也会去查明真相。但是这件事儿，我只能自己亲自面对。别忘了。我是个被追捕的人，那我就是你的同谋。好，太精彩了！好，来，哎，我跟你们讲，你们所有人要是能像官队一样，我省老鼻子心了，拿奖了！是什么人物？谁是谁呢？怎么成熊了？小徐穿不起衣服，将不就席嘛，是不是？熊演的好不好？好，长风迎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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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周子熊演的好啊！就是跟你动手的那个女公安抓了咱们的兄弟，都已经放出来了。这么快？不是定的寻衅滋事吗？郭子找人从中运作了一下，找的谁的门子？好像是安婷的妹妹。有印象。安婷，不就是死在原来长风的那个姓周的支队长手上吗？他妹为什么要帮我们？他是想让咱们帮他办新的身份和护照。这门子可靠吗？
倒是可以试试他。哎，王总，别他妈叫唤了。没问题啊。您放心，您让那鱼我已经收拾干净了。你放心，我手底下那几个人干活的利索，我保证，再纯的猫啊，也闻不着半点腥味儿。好嘞，尾款收到了啊，谢谢啊，合作愉快，下次再这活找我啊。好嘞。我操！大哥，你是养鱼的还是宰鱼的？我是卖鱼的。哎呦嘿，又欣赏自己佳作呢。那可不，实话，还得是你啊！你看看，你瞧你这个熊样子演的，那叫一个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是真够熊啊你！你说都对啊，都对啊。你看看你这个熊样子啊，你说抓几个剧毒的把自己搞成这样，你呀，真是除了破不了案子，别的你是啥都干不了。师傅，你这嘴！哎，老关，没想到啊，这抓几个剧毒的花了那么长时间。要不咱那个冯春路那个入室盗窃那案子啊，现场的明儿再去吧。时间还早，大案小案是案子都得办，过去看看吧。啊。好的。师傅，咱刚出案的时候还带着枪呢。没事，那咱们先回队里把枪还了，然后再过去找他们。行，你让那个小赵跟老关先去下一个现场。哎呦，行了，稍等，休息，我来。天，老赵，老赵，小赵那车怎么没跟着呢？师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她顺路要回警校取点东西，一会儿就回队里。可以啊，现在请假都不跟领导请了是吧？要不这样吧，你跟老关先去下一个现场啊，我跟光去队里把枪还了，然后过那边跟你们会合。关老师说可以。周队，我车没油了，我看前面正好有个加油站，我先去加个油啊。去吧，咱们待会儿见啊。行了，等会儿啊，大哥，抓鱼的人已经到位了。您好，一共300，这边请。关老师，你等我一下啊。 3号枪300。你好，现金还是刷卡？现金。帮我开一张发票，谢谢啊。好。快上！站！前面！刘巡周旋，加油站发生持枪绑架，赶紧调他回来。
快停！下下！救命！救命！帮帮我！打不住呼，打不住呼！快停！停止！快点！警察，别动！快我停！没事，没事。你完成，别开手，这个门，走，把他放下，警察，别动！走！怎么样？先推人进屋了，坏了，小周还在里边呢。啊！老四，别走！别走！小龙，老夫，把所有人搁到一起。好，收集，挂监控。好，收集，走，收集，走，解开。走。离开！呀！快看一下那个屋子还有没有人。好。老婆娘，我出来！收他了！都算住了，这两人快走！停！站着，打住！都不要走啊！兄，3百，36，62，大哥。老夫，看一下火。枪房啊！把枪房更是枪房！警察！听见了吗？把门给我关上！关上！啊！大哥，出事了！我这让警察围到加油站里边了，打死一个人，绑了一个，枪让人抢了。死了一个人啊，被抓了一个，对，就剩2个人了。啊，咋整啊？他问我咋办呢？走。大哥，我包没拿呢。别疼。大哥，听点，大哥，你放心，我听话，大哥。大妹啊！大哥，那杀人了呢！哎，老五，小粉儿，你干啥呀？这是？要上哪儿去啊？再不上车你也得死！快点！加机都关了吗？关了。张刘，找个司机，让我把那大油罐子开走了。穿防弹衣啊，让他小心点。啊，是，收到。3弹组在哪儿呢？
石局，啊，周巡呢？到里面了。周队，查过了，车是套板的。哎，好，没事吧？没事。石局，哎，石局，说说情况。绑匪挟持人质推到屋里去了。你干的？是。当时现场有点失控，绑匪不停乱开枪，所以你就对着这存了几百吨汽油的加油站开枪击毙了他，是吧？然后把其他的犯罪嫌疑人都逼进了营业大厅，还顺带着让人烧走了半沓人质，对吧？是，石姐。当时情况太紧急了，老周也是为了掩护大家。是，领导不想听他诉委屈。你觉得委屈是吧？不委屈，反正当时这情况，总得有个人这么干。现在里边什么情况，完全清楚吗？3名嫌疑人，3把枪，不过人质的数量还不清楚，而且小周在里边。我接个电话。喂，石局，冯队给咱派的这么远呢？特警马上就到，还得再等等。一会儿看看是人家拿方案还是咱们拿方案，因为毕竟现在被裹挟进去多少群众，里边的基本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是啊。石局，里边人质一共有10个人，5名加油站的工作人员，2男3女，还有5名顾客。其中还包含1名4、5岁的小姑娘。目前有一个有利的进展，就是小周已经控制了1名绑匪，我们需要对付的是剩下2名绑匪和2把枪。郭老师，人物已经捆好了，现在接下来该怎么办？刚才营业厅里那一枪是你开的吗？是，当时情况紧急，我就鸣枪示警了。周树东，记住啊，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再随意开枪了，毕竟这是加油站，不安全。你描述一下财务室里面的情况。房间10平米左右，西南北3面墙都是封闭式的墙体，西侧上方有一个细长型的通风口，无法出入。这都不是轻体墙，是承重墙，不太适合爆破突入。房间内有2张办公桌、2台电脑和一些办公用品。东侧墙体，也就是朝着营业厅方向，开着一个正常规格的门，门的材质是不锈钢的。除了柜台方向是视线盲区之外，营业厅其他的情况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哎，小周，你和人质情况怎么样？有人受伤吗？目前还没有。那3个绑匪呢？什么情况？也没有。不过听他们的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哎，对了，小周，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你拿手机把里里外外能拍到的地方全都拍一遍啊，拍成照片发给老关，好吧？还有，也包括天花板和地板。好的，知道了。描述一下你抢的那把枪。是一把544式手枪，没有序列号。子弹的规格是7.62毫米的手枪子弹，还剩6发。嫌疑人控制得当吗？没有问题。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在财务室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密切关注营业厅的动向，同时看看能不能从嫌疑人嘴里套出什么线索。好，知道了。随时联系。是的，关老师。志军，好，里边说。向前看，一列，报走，1、2、3、2、1。
1号狙击手已就位。2号狙击手就位。也就是说，东西北3面都是承重墙，突破起来可能有难度。剩下唯一的南面就是营业厅的正面。如果我们从这儿突破的话，王菲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吗？没错。小高和法医队的人什么时候到？哦，应该快到了。老丁，哎，我可能需要你6个人加上防弹的盾牌。干什么呀？是这样，等法医室的人到了，一旦接近尸体，里边的王匪肯定会有反应。再加上小周能够策应我们，应该是抓捕的好时机。可以。狙击手就位了。哎，不是，这样会不会有点冒险啊？小周里面的情况已经很复杂了，如果任何武力策应，都可能会发生危险。再说了，他现在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实战经验。在我看来，里面不管是小周还是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对于处置的决断应该都是没有区别的。匪徒有枪，而且开枪没有任何顾忌，再加上我们杀了他一个人，投降肯定是不可能，抢攻是迟早的事。好，那就这样去布置吧。好，那我去布置去。现在，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同绑匪的谈判，另一方面要密切注视他们的动向。是。这儿，给里面打电话。好。讲。姓严的，你别蒙我，我们已经筛来一个兄弟了。今天要是被捂在这里，大家一起死。村长，他们要进来了。一旦绑匪进入射程，我们就会立刻开枪。你在里边见机行事，务必保护好人质的安全。明白。赶紧拍照呀！等什么呢？离营业厅20多米远呢。我真害怕呀！我就这么个自制的破玩意儿，10米弹道开外，骗到姥姥家了，有什么可怕的呀？万一他从里面冲出来呢？1、2、3。喂，你，放我啊你！帮走的，帮走，走。2号目标出现在射击范围内，请指示。距离160米。走，走开，走。 1号目标不完全在射击范围内，无法确保命中。不要开枪。1号目标没有完全暴露，在不能确定同时击毙2名绑匪的情况下，不要开枪。我重复一遍，不要开枪。小周，绑匪只出来一个，你能从后面干掉里边那个吗？这是不是太冒险了？我试试。 回来！全体听我指令，数到1开火。目标已锁定。3，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2，狗似的，回来！小周，别开枪，郭老师，行动失败了。停止行动，不要开枪，停止行动。
关老师，刚才被干扰了，行动失败。小周，小周，乱开枪！我找死了你！老关，你这不胡来吗？啊，你有什么权利下达命令呢？我知道我越权了，但当时的时机非常难得，但成功的几率也非常低。周书通，你现在没事吧？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小周，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电话。你心里应该清楚，我的判断是值得尝试的。换你在里边，你会不会执行这个方案？现在不是相互埋怨的时候。这会儿，我们只有3条路：沟通、拖延、强攻抓捕。现在看来，我们只有第3条路可能走得通。抓紧时间捋思路，再捋得细一点。小王，那个门是通向哪儿的？有办法打开吗？目前打不开了啊！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那个门是通往行政区的，平常都是打开的。恰巧今儿周末，行政区的人不上班，钥匙在那个营业厅的收银台那儿。那就还是同样的问题，破门简单，但是肯定会发出声响，只要有声响就会惊动绑匪。关队，小周发的照片打过来了。好的，再多打印几份。哎，老丁，熟悉一下环境，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径能够进去。好的。有这负责人也过来，会把结构图拿过来一块儿看看。行，师姐，那我先去了。我只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要是不出来，我就一枪打死他！关老师，不好了，出状况了！不行，你绝不能把自己交出去。这不仅是损失战术优势的问题，而且是绑匪在用人质要挟我们。这个时候，周书通如果不站出去，我们无法保证人质的安全。出来！师姐，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保护群众，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如果这个时候不得不做出抉择的话，小周现在手里控制着1名绑匪，如果他真的把自己交出来，那人质呢？人质的安全谁来负责？他把自己交出来，人质就能安全了吗？哎，条件提了吗？你啥情况？里面的人听好了，现在我们一切还有得谈。我劝你们不要冲动。如果你们敢伤害任何1名人质，我们会立即开火。让他们冷静下来，事情搞砸了都别想活。不许缴械投降！你听清楚没有？如果你投降了，不光你会死，人质也保不住。我们都可以商量，但前提是不能伤害人质。老师，你听好了啊，这事你千万别给我整砸了，整砸了我保证你1分钱拿不着。小周，把枪放啊！先把人质放了。放啊！我要确保人质的安全，先把他放了。我让你把枪放啊！听到没得？放！哦。
老子今天就让你给我弟弟赔偿！三小丽，他们杀了老二！小芳啊，你不逼我！滚！李四，你是警察吧？我们刚才没有动你，你他妈的也别动我兄弟！再敢他妈的耍刚才的伎俩，大家一起死！这小周这算是暂时安全了。还有，小周在跟他们对峙的时候，听他们说了一个姓严的人，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上线。我回去跟进这条线，咱们保持联系啊。好，那我先去了。师傅，手机和账户都卡清楚了吧？这是第一。第二，给我准备2辆车，油加码。我只给你1个小时。1个小时啊？那赎金能不能准备好都不知道。再说了，少废话。还有，把刚才把我给杀了我弟弟警察交出来！我就是那个警察，啊！我把钱和车给你准备好之后，我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就我一个人，不带任何武器。记住，过1分钟，我就往外扔1个人头。老关，知道这孙子要多少钱吗？多少？干。这是1个亿吗12016万0319。别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个数。有零有整啊，这是离岸账户吗？准确的说是一个境外账户 ，IBAN 代表的是一个欧盟国家的前缀，而且34位也符合国际标准账户的规格。就是这个 CF 勾 Y。对 ，CF 勾 Y， 我们一直在查，但是还不知道它代表什么。哎，既然现在我们有这账号了啊，能不能查出这钱打给谁？很难。境外账户一般都高度保密，而且不能直接追查，需要当地部门的配合，而且需要时间。有了金额，又有了账户，我现在特别好奇这苦主是谁。感觉上好像我们恰巧路过加油站，就意外的碰到这么一个绑架案，然后又意外的把绑匪给堵在加油站里。小周还意外的控制了他们一个同伙。这一通忙乱之后，居然没有人知道这些绑匪真正想绑架的是谁。就是啊，哎，我们这忙活半天啊，绑匪冲谁要钱呢？啊，他们绑的到底是谁呢？我之前加油的时候，好像看见他们冲的是门口那辆奔驰车去的，里边坐的是个中年男人。哦，我现在去查一下那个车牌号，说不定能查到有效信息。小高，你查一下绑匪刚才用那电话号码。小周控制了他们一个同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战术上的优势，咱们得慎用这个优势，以保全人质和小周的安全。哎，老怪，你刚才说到这个战术优势啊，最后如果选择用突袭来解救人质的话，一定不能错过今天晚上。老丁说的没错啊，那咱们得提前做准备。我们的人已经在寻找类似的建筑，准备进行模拟演练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1个半小时至少。1个半小时。由于绑匪手上有人质，
再加上龟缩在加油站的营业厅里边，所以那里也不是一个适合强攻的理想场所。为了应对不可知的变化，特警分派了突袭小组，计划在短时间内按照营业厅的建筑结构以及绑匪和人质的分布进行突袭。演练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场。关队，绑匪用的手机号码登记人叫高普，就是目前被劫持的加油站员工之一。用的不是自己手机。行吧，那你辛苦了，老丁啊，抓点紧。行，走了啊。小胖，绑匪还有什么要求啊？哦，还要2辆车。2辆车。既然特警模拟演练需要1个半小时，咱们现在得想办法把时间拖出来才行啊。我们还得尝试在1个小时以内摸清他们的底细。喂，你是安婷的妹妹啊？你是谁？捞出来几只蚂蚁，并不代表我们能信任你。你想怎么样？我知道你现在正在一起绑架案的现场，我需要你告诉我，绑匪到底提了什么条件？我要的东西呢？事情办好了，自然会给你。等你想好了再打给我。现在就这么多。周世腾在营业厅，能随时向外围汇报情况。这样，把我和宏宇的手机线路串到一起。啊，小意思。把这返回点这边能用了啊。哎，曲队，又要麻烦你了。哟，这不我老弟吗？你说，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人。什么人？一个有能力指挥和召集绑架团伙作案的人。我只知道他姓严。根据车牌跟监控的比对，基本可以确认被绑架人就是韦东。韦东除了是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中金昆仑集团的一把手。中金昆仑集团也是咱们区里的明星企业。集团，他们除了房地产，还做别的买卖吗？从工商调查结果显示，中金昆仑集团旗下有多个子公司，涉及文化、拍卖、建筑工程、运输，而且这些子公司也都分别控股了另外的非关联企业的10几家公司。大买卖啊，怪不得一张口就要上亿的数据。这个韦东，个人情况我们还掌握多少？哦，嚯，他的个人资料。韦东51岁，看个人资料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商人，而且他的婚史跟家庭背景也都非常普通。父母健在，妻子比他小8岁。有1子1女，而且他好像本人也比较低调。怎么个低调法？说具体点。就是网上好像也查不到任何他参与的活动，也找不到他的采访，而且他也没有在区里的行政系统里担任任何兼职，连荣誉头衔都没有。而且他好像也没有参与过，或者是自己办过任何的公益活动，或者是慈善活动之类的。那是闷声发大财，
还是提出家挡箭牌啊。而且啊，我们刚和中金昆仑那边联系过，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快，说是律师跟会计已经在来的路上，并且明确表态愿意在配合咱们的工作基础上支付赎金，以及安抚好伟东的家属。完美啊！确实是完美。这么完美的可疑，确实是很少见啊。这伟东也过于反常的低调了。先不说这中金昆仑的反应速度和配合的态度，就光这一连串稀奇古怪的账号和赎金数额，就够值得让人怀疑的了。120160319。哎，我要是把1给它抹了，2016年3月19号，我能这么理解吗？这是个新思路啊，赵儿，赶紧查一查啊！查一下，查查那天都发生什么事儿了。2016年3月19号，重庆马拉松开幕，中国民办教育及训练行业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什么玩意儿？黄历、日历、算命。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前缀 CF 勾 Y 会是什么意思？哎，长发及腰。说正事儿。哎，查一下，看看能出来什么。长风家园。长风家园，把日期打上。长风家园开盘一波三折，销售公司各出状况，项目流标。长风家园项目2家强劲投标单位全部被举报。2016年3月19号。差不多，这问题就在此了吧？关队，高法医那边有结果了，叫你过去看一眼。行。哎，你接着查，看还有其他线索吗？好，走吧。看来这个思路对了。书记，我接个电话。长风家园。已知的绑匪提出的条件是赎金跟2辆供出逃用的车。你们查清楚这伙人绑的是谁了吗？很可能是中金昆仑的法定代表人魏东。这开枪的人可真是够狠够准啊！第一枪直接干断了左腿，丧失了行动能力。这第2枪一击毙命。行，讲有用的说吧啊！从初步检查尸体情况来看，这个人的左腿啊有关节炎，但并不是风湿性的，应该是有可能之前在极寒的条件下工作而遗留下来的疾病。你看他的左脚脚掌还有足弓处有极厚的茧子，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见。这是左腿长期大力蹬踹造成的。而且这个人的腰椎间盘第2节和第3节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增生以及骨刺，用手都可以摸得出来。这种情况一般是长时间坐在同一个位置造成的，但是跟日常坐在电脑面前和坐在轿车里的富贵病还不太一样。工程类的特种车辆，可以将范围缩小到吊车以及起重机。你看这个人的右手手掌，胼胝的走向，一看就是经常握那种多角度的操纵杆。而且这个人的年纪不超过30岁，头发都是黑的，但他的鼻孔里却有少量的白色鼻毛。
这是长期吸入重金属粉末造成的，有可能。要不然就是这个人从出生那天起每天抽18烟，要不然就是工作环境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那就是说，这个人曾经在北方寒冷地区的金属矿场里面长期工作。指纹比对过吗？哦，这还需要点时间。我插一嘴啊，这个人如果之前没有前科，你比对再久也没有结果呀。大伤小伤一大堆，我就不相信他没前科。关队，兵队他们已经过去了。走，等会儿。来。大哥，从网上查询来看，中金昆仑和长丰家园没有直接的联系啊。你说是？小周电话进来了，你接还是我接？眼镜能操作是吧？行，那我先去演习现场。不用看，我跑不了了。大哥，我能看出你是个狠人儿。咱都是一块儿在这个社会上混的，是吧？你将来一块儿合作点大买卖啥的。不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就你到底想要啥，你给我直说呗。老弟能办到，办不到我都给你办了。你这咱俩搁这开车在金港城绕这么多圈干啥呀？打电话告诉他们，特警要准备强攻了，让他们准备一些反制手段。反制手段？老丁，哎，来了。怎么着？这俩加油站、营业厅建筑结构都一样是吧？两个平面图对比过了，都是按照统一制式设计建造的，除了这平米数稍微有点不一样之外，布局完全一样。行，给我点时间，我研究研究。那你研究研究吧，我去布置一下突击路线。行，这给你。没开业呢，没电。这个是加油站负责人，有什么需要协助的，你找他。你好，那我去了啊。参谋，师级，师级，还有什么？这两个念念，插进去。把这个撬开。拿上来，拿上来，好，慢点哦，慢点。哎，师傅，这门能开吗？可以啊，进去看看。哎，好嘞。
这是个隔断。啊，对。他们从营业厅的商品里拿出了一些盐、白糖、漂白粉，还有杀虫剂，都倒在了一个饼干罐里，还撬开了一个电瓶。其中一个绑匪应该是主事的那个，一直在打着电话，另一个拿着2根电线，在连接手机的电路板。爸，我应该是找着突破口了，咱们可以。炸弹？你等一下嘛，等一下嘛，慢点讲。您是说，他们打算做炸弹，然后用手机进行远程操控？对，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你撒谎！哎，过来！啊，过来！那个吕公安不知道为什么露头了，我等一下给你打过课。你想这么大？你想干嘛？我想干嘛？我想问问，到底是你们想干嘛？我们有没有备注你？你应该看见了。我们正在做这个炸弹。你们就是想让我把你们正在组装炸弹的事儿通知到外围，好阻止特警对这里进行突袭，是吧？你既然都猜到了，就应该明白，我们做事还算讲究。你们做事儿讲究不讲究我不知道，不过给你们支招的那位的确不太讲究啊。怎么讲？我知道你们不怕死，但你们也不是来找死的吧？你们这伙人持有枪支武装绑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人质和无辜群众的伤亡，所以你们顶多就是实打实的现行犯，称得上是罪犯，但并不是恐怖分子。但如果土制炸弹真的炸了，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问问你们，会做炸弹吗？我平常照着说明书组装家具还做不到严丝合缝呢，你们就凭电话里那几句话就能做出一个炸弹？好，就算你们真做出来了，但是炸弹不响没效果，尴尬吗？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如果炸弹还没做出来，我们就嘣的一声，被这些极不稳定的化学品全都送上天了。你说我们这死的冤不冤呀？我看你们拿出另一部手机是想做远程引爆装置是吧？这算盘打得也可以呀。等你们撤离的时候，好用这个远程引爆装置威胁公安投鼠忌器，阻止他们对你们进行围捕和追踪。可如果我要是电话那头的人，我就会想办法在收到赎金之后打通那个电话，目的就是为了让这屋子里的人全部消失，包括我们4个。小妞，那巡夜那会不会是？闭嘴！那照你的意思，就该听你这个劝走。我们刚等着特警冲进来噶。如果这不是在加油站啊，你们炸死100次，我管得着吗？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不想和你们一起死，因为我知道等特警冲进来，他们是不会管我的死活的。1年前，我曾经亲身经历过被挟持当人质，特警的狙击手在射杀人犯的时候，那子弹蹭着我头皮就过去了。所以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们所有人的命都是一样的。行，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你们自己琢磨去吧。等等，说，把你和他的手机交出来。
万一太监真突进来，咱们不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吗？要让我们相信你，你不也得表示一下诚意吗？拿来！你不交出手机，我们现在就接着可组炸弹。等等，行，我答应你，但我有一个条件，立刻给所有人质分发水和食物。好。都给我老实点啊！放下，放下，退后。不要搞那么紧张，万一他不小心漏了货，再把老夫崩了。这个老婆娘老在里面跟公安联络，一直感觉跟光着屁股一样。我们怎么办？炸弹可还做呢？哎，峰哥，你说小周能成功吗？这4个人都逮出来啊！师傅，还别说啊，高军和关队分析的结果真能派上用场。绑匪的身份已经确认了。被击毙这个家伙叫做孙志，南山人，29岁，曾经是潼源北郊稀土矿起重机的驾驶员。今年年初和他哥哥孙阳因为矿主欠薪离开了矿场。这个就是那个拿着枪啊要尸体那个孙阳。他呀曾经在南山市有过一次酒后寻衅滋事的扣留记录。通过调取笔录啊，我们得知，当时两方发生了互殴，而孙阳一方除了他和他弟弟之外，还有2个南山本地人也参与了。这4个可都沾亲带故啊。这个就是那个小周摁了那个傅志民，高2的时候就被学校开除了啊，一直是无业游民，跟孙氏兄弟呢属于是藤秒亲。另外一个报的名字是叫林松。是孙氏兄弟的舅舅，事后发现他用的是假身份证。徐思策，哎，就是他。殴打信访办工作人员啊，在岭东和凤城2起持枪抢劫案，哇，这在逃的悍匪啊！哼，都沾亲带故啊。周队，弟弟，中心困难的律师和会计到了。走，过去看看。走。挺好。来，咱们里面说吧，好吧？来。120160319，周队，这数字没错吧？没错。周队，我还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欧盟境外账户的准确性，因为这个 CFGY 的前缀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去掉这4个字母，这个账户才能成立的话，是否可以确保我们这笔钱可以准确打到绑匪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这个你放心啊。哎，金额和账户，我们都可以确认。啊。这二位好像对这个有零有整的这个数字不怎么感兴趣啊。啊。你们也不想知道是谁绑了你们的董事长吗？不管是谁，我相信公安同志们一定会把他们缉拿归案。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配合工作，交纳赎金，确保我们维总安全。当然，还有加油站在场的无辜群众的生命安全。至于这数字奇不奇怪，已经不重要了。是。你们说的也对啊，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啊，能过来配合我们。说这大半夜，说来就能来，1个多亿的赎金呢，啊，这说准备就准备好了。就你们这效率，不愧是明星企业。我没听懂周队长这话什么意思，不过不重要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是专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吧。如果通过支付赎金的方式，可以暂时拖住他们，下面的事才想好了。想好了，小高已经带人去和金融部门协商，看怎么样用最快的速度冻结这笔赎金，其他的都安排完了。你们说的对，眼下当务之急是首先要把人救出来，至于其他的，我们回头再说。哎，对了，二位，我有个事儿我特别好奇啊。你说你们一把手被绑了，是谁批准你们来这儿给我们送赎金的？这个当然是公司其他高管，还有韦总的家属。韦总的家属和其他的高管。哦，那就是说，你们得到我们的消息之后，开了个圆桌会议，是吧？然后从10几公里外的办公地点，把你们俩发这儿来了，用了不到40分钟。我先接个电话。哎，这儿。周队，我已经到了长风区住建委，辖区负责人李主任正在赶过来的路上。这儿，你再联系一下工商部门，把中京昆仑地产公司所有的股东、高管、上级单位、下游的分公司、子公司，还有所有跟他有联系的企业，他们的信息全都调出来，啊，一个字一个字查。这家公司一定有问题。喂，区队。关队，有信息你可以参考一下。近些年有个家伙，经常活动在京港及其周边一带，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前科，更像是那种无利不起早、要钱不要命的职业罪犯。有具体信息吗？就知道他叫严通，经常出入在京港北郊一个叫新庄的城中村。目前只知道这么多。严通。行，知道了。交接还有10分钟，炸弹也准备好了。等，你稍等，你听我给捋捋。我呢，之前还是自学过点法律方面的知识啊。这个持枪威胁人质呢，顶多算是危害公共安全。但是咱这大炮这样响过来，咱就成恐怖分子了。我死了无所谓，关键是船是多磕碜呐！闭嘴！哎，我老关。关队啊，咱有日子没见了，什么吩咐啊？长话短说啊，我们辖区呢正在面临人质危机，忙得够呛，分不出人手。现在呢有一个线索，直指你们海港辖区，估计得请你帮个忙。嗨，你跟我客气什么？说。
我们查到一个职业犯罪人，有可能是绑架团伙的中间人。他主要的活动区域呢，就是你们海港区郊北的新庄城中村。这个人的名字叫严通。严通？我们也在找这个严通啊。你说的不会是新庄59号吧？怎么回事？傍晚的时候，我们就接到新庄村委会的报案。我这不已经忙到半夜了吗？说现场啊死了2个人。警察，你看一下。老何推断，凶器应该是一把制式单刃尖刀。这2名死者中有严通吗？身份证我们已经核对过了，没有严通。这2个死者应该是严通的小弟。但是根据这个 DNA 检测啊，现场有严通的血迹，而且村委会反映啊，严通有一辆奥迪车，但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没有发现这辆车。喂，关队，您到哪儿了？我跟师傅准备带中金公司的会计去跟绑匪转账，看看有没有机会实施抓捕。我这就到啊。再快点。师姐，一会儿我进去之后会见机行事的。放心，我们在外边随时配合你。王二记住了，进去之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开枪。你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人质。放心吧，师傅，还是那句话啊，关键时刻我挡你前头。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走。周队，请留步。哎呀，世局，主席，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辛苦辛苦。陆局和冯队都为您好呢。要说关键时刻，还得像您这样的老领导才有这份担当啊。哎呦，关队，辛苦辛苦辛苦，有您在这帮忙啊，市局领导心里就踏实多了。这会儿过来有啥事啊？小事。哎，你们现在是准备按照跟市局报的方案进行营救是吧？对，是不是？那行，有市局您在，有关队在，肯定没问题。那我就把周巡带回去了。啊，带周巡？啊，根据总队了解，造成目前这个状况，啊，这帮绑匪敢盘踞在嘉峪站这么危险的地方，就是因为周巡在事发之后的处置不当造成的。所以市局领导觉得他目前的状况不适合再参加行动，所以让我把他带回去，停止调查。可是现在我这儿这么关键的时候，这么关键个人物，他是行动的副指挥啊！你们是局里让你们督察这会儿来带人呢？没错，局里的命令，而且局里命令里边没有什么关键时刻，只是让我把关键问题人物带回去。市局，您是坐镇指挥过的，你应该很清楚这个程序。等一下啊！里面绑匪点名让我进去，你现在把我带走啊？你不怕他们翻脸啊？明白。市局，那你们抓紧时间行动，一定注意安全啊！关队，保重。走吧。车队前排。车队请。
世轩，时间快到了。不是，来点防弹衣。笑面虎，还跟我认识，还把周巡给带走了。郑奇，市局督察总队的副总队长。现在周巡风险解除了，还有市局坐镇，指挥肯定不成问题。但是谁和绑匪交接车辆呢？小王带着中金昆仑的会计开一辆，我单独开一辆。特警那边呢 ？A 队正在准备突袭车辆 ，B 队在演习现场。突袭车辆比突袭营业厅的风险要低，记住，千万不要刺激绑匪，明白？辛苦了。哎，我们人到了。起来！我开的，甭瞎琢磨了。我告诉你啊，你弟就是我击毙的，我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冲我来！把门打开！把手举起来！起来！等会儿，孙阳，你要干什么呀？你弟不是他杀的，你想帮了他？你咋会知道我叫孙阳？刚才他都说你弟了，说明你们的身份我们一清二楚。我劝你想清楚，你要杀警察的话，那转这些钱和这车对你们可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不想给我欠这钱，我弟弟都死了，你以为我还在乎钱啊？你给我起来！不在乎是吧？行，先别转了，停了。你给我起来！起来！不起来我打你！小丁，你们得抓点紧啊！我们人已经过去了，正在跟绑匪交接车辆和赎金。现在到这个时候，这时间上就不是完全我们自己说的算了。赶紧啊！哎，高哥，啊？哎，周队呢？周队被督察总队的人带走了。哎，不是我。喂，查到什么了吗？刚刚从住建委那儿了解了一下，去年3月19号，长梦嘉园小区进行过一轮建筑用地的招投标，当时最有竞争力的是2家公司，一家是港资公司环都地产，一家是本地的公司，叫做豪景地产。但是蹊跷的是，在开标之前，先是豪景地产遭到举报。公司大小领导跟财务都被经侦的人带走了。之后不到1个礼拜，环都地产又涉嫌出资不实跟虚开票据。说白了，就是2家公司都黄了。在2家公司退出竞标之后，剩下的小公司纷纷都弃标了。最后3月19号这轮招投标，竟然是以流标告终的。查出这伙人的上线是谁了吗？还没有，不过听关队他们说过一句，跟这伙人联系的应该是一个姓严的人。哦，对了，周队他们让技术中心彻查中金昆仑，显然是觉得这家公司有问题。如果你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早做准备吧。走。干什么呢？
我上来取个灯。好，赶紧走吧。狙击3组就位了吗？3号狙击手就位。等一下。身份证出示一下。冯康，上核实一下。这大晚上的就你一人干活啊？我值夜班。警官，出什么大事了吧？我刚才看了楼下，以为是拍电影呢。没你事，少打听。没问题。哎，这手怎么回事？我前2天干活接那个绿杆，不小心给刮伤了。行，走吧。继续吧。徐思策。我告诉你啊，你们几个的身份信息我们都掌握了，趁现在还没有伤害到人质，拿了钱了赶紧走。转过去了。转过去了啊，看一眼。钱转过来了，这是转账页面，不是到账页面。你真以为钱到得了账啊？啥意思啊？既然游戏还没结束，那我们就再玩一会儿。啊？哎，走。坐下。还有什么条件？说。车门打开，大入虎，所有警察退出加油站。徐哥哥，目的你已经达到了。我最后再忠告你一句：但凡你有点人性的话，走的时候千万别再拿那对母女当人质，听见没有？全体人员，撤出加油站。